ANG1CH。光照就可以看到，还是有很多我们 Ella 教练是 Lena。 平地的一个移动来进行追击，而且这个角色的话，其实也是跟没错，脸上就是拉拉队员，还因为其是比较。實在這個地圖，我覺得使徒安通過他自己的技能撲襲跟貓步的話，其實也是可以去完成一個比較快的擊倒的。沒錯，還是比較期待的啊。可以看到這邊是往小木屋的方向走，第一目標是衝着拉拉隊員的方向進行一個追擊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拉拉隊員已經躲進了木屋廢墟裡面。並沒有被找到。第一時間的話，確實是沒有排到往沙包裡面去排的話，其實剛剛選點是選了一手大副的。對，那這個地方看來是要無功而返了。不過他也可以趁機去進行追擊一下大副，本身大副也是比較容易被使徒安給克制的。是的，不過 WHN 的話，他已經選擇直接往大房的方向去轉點。是，利用窗戶以及板區來進行牽制。這個身位的話，目前可以先不下板。這個距離應該是沒法撲擊到了，也是成功躲掉了使徒安的第一波技能。那這邊要不要使用貓步去跟上距離呢？但是並沒有選擇去使用一手貓步。那目前來看，他的目標似乎不是大副吧？哎，又回頭還是想找一下大副。對，但其實密碼機的破譯速度非常之快啊，馬上要破譯開2台密碼機了。因為前期的話，其實大副還是拉了一個比較遠的點位的，所以導致現在可以看到這邊應該是並沒有說能夠貼到大副，跟丟了，所以在外圍的雙板區看一下這一隻貓是成功撲襲命中，但是這個長窗區其實對於使徒安來講還是比較難博弈的啊。來一波正反走，哎，這個貓步可惜撞到了障礙物上，要不考慮交閃呢？沒有第一時間考慮。閃現沒有交出來的話，那前面進板的地方感覺可以嘗試閃現先開一道了。是的，這裡的話其實是有一次交閃現的機會的。但是板區的一個博弈，哇，很精彩的一個走位啊，騙下了大副的第一塊板子，第二塊板子也成功騙了下來。那現在大副必須要被迫往外轉了，但是這一隻貓出現了比較大的失誤啊。而且讓大副那邊博弈到了一個砸板命中。他其實這個身位呢站的是離大副太近了，所以他的貓第一時間放出來，並沒有辦法使用撲襲去分裂。是，其實感覺可能還是先進行一個板區博弈會比較好。對。那現在密碼機是已經有4台了。沒錯。而且我們注意到的是，大副這邊一直是攜帶着道具啊，這裡嘗試了一波反向的貓，但是暫時是沒能找到大副的準確位置。是。那看一下最後的一台密碼機也是到達了6成，求生者節奏非常的好啊。如果說繼續追擊大副的話，那麼他開門戰的2個海神懷錶是很有可能說去完成一個奪跑的。是的，這波的話其實撲襲是已經命中到了大副的，可以看到外圍，但是可惜他在貓步的時候是被大副那邊下了一個板子隔開。對的，可以看到外圍木偶師甚至教了路易啊，來增加自己的移動速度，快速的去貼門。哎，這裡在密碼機通電的一瞬間啊，選擇交了閃現，但這個位置大副的錶搖了出來，成功騙到了使徒安的撲襲，並沒有命中這隻貓。那小門這裡能有機會點開嗎？第2段錶搖了出來，可以看到拉拉隊員直接來激勵了。疊上了激勵的陳述，門好像要開了。那這個地方，大副第3段秒要不要考慮過來搖一下？沒有過來，但是木偶師是可以成功吃一波挽留的傷害的，所以他在門口並不擔憂。路易交出來，這裡使徒安後撤，但是也沒能命中。沒錯，終於也是在開門戰啊，成功拿到了自己的1階。那求生者另外一邊大門也是。應該可以2個一起出門了。因為你其實剛剛已經是用過閃現了嘛，快在開門戰的時候。那馬來西亞代表者那邊破譯的非常快。是的，如果你想去跟我進行一些，然後小木附近是魔術，而且如果說你被擊倒的比較快一點，在手裡節奏上面拿到優勢的話，這局是比較難去翻了。是的，法國女士這邊還真是沒有去點出自己的天賦啊，古董商這邊上來先吃到了一個普通攻擊，不過他是已經先扭掉了一下2秒雷，然後再吃到的普通攻擊。對，這邊使用了機關槍，並沒有打出止戈效果，2波普通攻擊直接擊倒，這個整體節奏對求生者來講是非常差的。
而且可以看到目前局勢才30秒左右，加起来是半台密碼機。我们可以看到大門選點的法羅女士剛走到大房的密碼機附近，隊友已經倒了，她甚至還沒有開始破譯，又要被迫離開大房的密碼機，去到大門再次破譯。這個節奏對於她來講是非常難受的。這把的話，其實外面是有2個化險為夷的，但是如果說要過來救援，我覺得壓力還是比較大的。是。那看一下第一波會派誰過來救援吧？可以看到野人那邊已經騎上了野性夥伴，準備過來救援。但是你來的路上是無敵的呀，對吧？但是你在下以後怎麼辦呢？這邊的話也是沒有選擇過來救援，因為其實淘汰進度條已經是比較極限了。對的，因為文森特剛才是對着椅子上釋放了一些定時炸彈，所以導致引爆了以後呢，古董商也是快速的被淘汰了。哎呦，幾波定時炸彈連續釋放還是比較準的，快速的續上了第2波節奏，把野人也給擊倒了。那密碼機的話，其實現在才1台半。對的，那可以看到是魔術師卡在臉上，想進行一波救援，但是其實魔術師這裡也被一個遙控炸彈給炸到了。哎呦，打到了一個手椅上面的博弈。是的，一個震懾，那這一波節奏就很難受了。密碼機目前只破譯掉了1台，而且外面的密碼機也還在抖動。這一波擊倒的話，感覺已經無力回天了，很難再。可以看到文森特直接果斷底牌切了一手傳送落地，法羅女士這邊選擇用一個進步來規避自己的走位。那看一下這波定時炸彈的連續釋放，也是成功的處理掉了法羅女士。整個節奏的話，其實都有點偏快了。因為現在可以看到時長上面是2分半，但求生者這邊是已經都被命中了。沒錯。是的，那看一下賽後數據，後面通過惡兆還是有。是墓地那邊。那它可以保證一直是充足的。看一下過來追擊一下。是的。但是也可以看到，迅兒並沒有選擇往墓地的方向去走啊，因為他決定把墓地讓給機械師進行破譯。前期的一個破譯節奏是千萬不能中斷的。是的，第一時間的話是沒有發現 Niki 的幸運兒，所以他目前是已經在紅毯方向翻箱子了。哎，這裡傑斯能意識到自己的機械玩偶嗎？這邊是看到了機械玩偶。是的，那這邊也是使用窺探，想跟着機械玩偶進行一波追擊，窺探成功。那這裡其實機械玩偶利用窗以及板區的一個牽制，還是能夠比較舒服的去牽制到噩夢啊，只要不會被反繞就行了。主要這個地方的話，交互點會比較多。你板2個窗1個板子。是。那再進行第2次的窺探，前面這個窗還是能夠玩很久。還在繞。有一個飛躍的嘗試，但是身位還是比較遠。那前面的話，機械玩偶還是能夠轉到小門的雙板，直接是選擇跟了一個閃現。是。這邊是命中到了機械玩偶。沒錯。那這一波打掉了機械玩偶以後，他其實還是有意識的想在原地再排一下有沒有求生者的痕跡。那最終並沒有人啊，所以選擇釋放了一隻渡鴉，往外面再去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求生者。但其實以他處理的速度來看啊，可以看到密碼機的進度已經是掉了非常多了。哎，邊上有個迅兒在翻箱子，他也邊上是傭兵在翻箱子，他也沒有意識到。那這一波過來又紅毯找一下，錯過了求生者的話，前期的一個追擊節奏就非常之差了。而且紅毯這邊的話，其實是幸運兒剛剛的一個機械玩偶，沒錯，這邊也是命中到了。那這樣的話，其實也是開啟了自己的1階技能。對的。那就看一下下一波的節奏吧。這裡這隻渡鴉往小門地窖點的方向我這邊直接交出了惡兆過去，小門2號直接傳了過來。那這裡，哎呦，想幫忙砸一下，但囚徒並沒有砸到這個板子。但是監管者這邊也沒有回頭去拿囚徒的一個普通攻擊，目標非常的明確啊，還是集中在了迅兒身上。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場上的密碼機已經快要全部破譯完成，可以就差一點點了。是的，最後一台馬上也可以通電了。看一下求生者他們開門戰的安排，是選擇直接通電，讓傭兵去點大門。
然後小門的方向好像是星娥正在開啟。這邊還有一個囚徒。沒錯。那這裡一波窺探，蓄力窺探，看一下能否成功。好像還是被囚徒給躲了過去啊！但是两邊的門已經開了，地窖的位置就在囚徒的臉上。这10秒推了90的进度，有一个比分上面的非常之強的。是這發揮，其實他是有一波去首尾的機會的。是的，哦呦，這邊已經拿到了一些狀態了。對的，像盲女的狀態已經很差了。這裡回收磁性回收是直接可以把盲女給送上狂歡之椅了。但這波的話，其實整體的節奏還是起得比較偏快的。是。那現在上以後可以看到是通緝到了外面的小說家，這一把本身就是考慮讓小說家來進行一波救援，利用一個牽引來到了中場，看一下第二次牽引，快速的追上了祭司。但拿到了這個普通攻擊。是的，還好祭司這邊是沒有被打斷自己的道具啊。不過其實手上的通道也只剩1次了。第2波普通攻擊，蓄力普通攻擊成功命中，而且中場這裡是有一個地下室的。看一下文森特的選擇，外圍的盲女在狂歡之椅上，她的一個淘汰進度已經過半了。但是有沒有隊友去救援呢？隊友那邊還在破譯。沒錯，可以看到是大門方向的小家快要破譯開了，面前的一個律師，這一想嘗試去打一下危牆區，用危牆來對求生者造成傷害。不過文森特第2波的普通攻擊銜接的還是很快的。但這邊的話也是直接倒地。是的，一個磁性回收，然後成功的去把律師也送上了狂歡之椅。現在只剩下花園，雖然大門方向在往求生者狂歡之椅這邊靠近的小說家了，他還有一波救援的機會，但是閃現過來是拿到了一個普通攻擊。沒錯，文森特非常的果斷。那這個位置，哎呦，一個磁性回收，再次是可以擊倒了這麼一個小說家。是的，但這樣子的話，其實是有點快了，整個節奏。是的，那這一把的節奏感覺原地的一些障礙的。亞代表隊的 Vincent。是的。